众人暗中商议要抢明家的镖，当然注意着明家老爷子的动向。发现明家老爷这时候正在与钦差大人说话，一老一少二人面带微笑，亲热无比。这官家与商家其实都是虚伪到了极点的职业，这种表面功夫自然是会做的，大家也不奇怪。正要离开的时候，却见钦差大人轻轻招手，将一直留在阴暗处的夏七飞一行人唤了过来。商人们都停住了迈步出门的脚步，好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范闲面色平静，浅笑望着夏七飞，双手袖在身前，比划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懂的手势，口里却说道：夏先生，今日你可是大出风头啊！夏七飞一笑，拱手往四周行礼。全靠诸位老板谦让。众商家们再如何记恨于他，但知道对方毕竟是混黑道的人物，最好不要当面得罪，而且看得清楚此人乃是范钦差的心腹，于是也就面上回了几句，说夏先生10年不明，一鸣惊人，如何云云。明清达眯着眼睛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敌人，忽然开口问道：夏当家的怎么忽然有兴趣做生意啊？场间安静了下来。夏七飞低着头，半晌以后才缓缓抬起头来，看着这一代名家的主人，似笑非笑。夏某虽然久在江湖，但是家中却是世代经商，到了我这一代，再不济也要继承一下先父的遗志。哦，明清达眼角皱得愈发厉害，疲惫问道：原来夏当家也是世代商族，却不知道是何地行商，说不定我当年与令尊也曾有过交情。众商人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听了这段话，他们也很好奇，夏七飞家中原本是做什么的呢？夏七飞静静地望着明清达那张时常在噩梦中出现的脸，心里涌起了不知道是怎样的情绪。片刻之后，嘴角微一抽搐，静静说道：交情自然是有的，我的父亲便是你的父亲，难道明老爷不认识？场间众人有些没听明白这句话。熊百灵开始下意识里挖耳朵，明清达微微一怔，看着面前的夏七飞，没有说话。夏七飞虽然不知道钦差大人为什么要提前让自己暴露身份，但重新站在明家人的面前，是他这些年来最强烈的愿望。今日梦想成真，让他的心情无比激荡，但他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平静，只是垂在身边藏在袖中的右手有些颤抖。他望着明清达，清清淡淡却又悠悠寒寒地说道：大哥，10几年没见，难道就不认识小七了？夏七飞就是明家的七少爷，就是传言中那个本来应该继承明家的产业，最后却离奇失踪的明家七少爷。场间众商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夏七飞，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猛鬼，看见了一个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怪兽。这怎么可能呢？虽然没有人敢议论，但谁都能猜到，是明家的那位老太君以及眼前的这位明老爷将那个明七公子杀死了。他怎么还活着？怎么还变成了江南水寨的大头目呢？明清达怔怔望着面前的夏七飞，盯着那张脸不知道看了多久，忽然间身子开始颤抖了起来。他终于从这张脸上看到了一丝熟悉的影子，当年那个青涩不知事的小兄弟，那个被自己用鞭子毒打的瘦削身体，那张充满了怨恨与复仇快感的脸。明兰石此时心中也是无比的震惊与恐惧，像个痴呆一样看着夏七飞，那个传说中的小叔，却发现父亲的身体已经摇摇欲坠，赶紧扶住了他。在明兰石看来，今天这个内库宅院就像是阴宅一般，根本就不能久留。扶着一瞬间似乎苍老了许多的父亲，带着族中人员往内库的院落外面走去。场间的商人们还是满脸震惊地看着夏七飞，轻声地议论着什么。明家人走到大门口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明家主人明清达猛地挣脱了儿子的搀扶，强行站直了身体，转过身来。明家主人的脸色有些苍白，却用强大的自制能力恢复了暂时的平静。他望着院中的夏七飞，平静说道：夏当家的说笑了，我那可怜的七弟17年前就已经不幸病故，请不要说这种笑话来撩拨老夫之心。
商人们默然，心里清楚，幸亏明家老爷子这时候站住身子，回身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然如果在震惊之余露出空门，让这个消息在没有明家人反驳的背景下四处流传开来，这事态愈发的不好控制。范闲微微偏头，看着石阶上那个苍老疲惫的明家主人，心里叹息道：可惜，佩服。对于范闲来说，可惜的自然是明清达没有在自己隐藏许久的突然一击面前乱了方寸，佩服自然也是因为同样的缘由。夏七飞的真实身世绝对是世界上最隐秘的事件之一，明家根本不知道这位明七公子还活在世上，被当年江南水寨老寨主救活以后，竟成为了江南水寨的统领。明家甚至和江南水寨还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如果明清达早知道夏七飞的身份，只怕早就已经想办法对付他了。今日面对着像鬼魂一样出现的明七少爷，明家当代主人只是稍一错愕，便至少恢复了表面的平静。这种养气功夫果然不愧是庆国首富、江南大族的当家人。明家虽然在京都里关系颇深，但是也没有可能知道这一点，因为就连范闲也是在去年秋天拟定了今年计划以后，才开始有针对性的对明家进行研究，才在江南这块铁板之中找到了这丝可以利用的缝隙。当然，这要归功于监察院四处头目严冰云。小严公子的资料归纳、情报分析与缜密追索能力，正是这位一向不怎么显山露水的监察院高级官员成功地挖出了夏七飞最隐秘的身世。如果没有严冰云帮助范闲事先就打理好了基础，范闲此次下江南绝对不会如此轻松与成竹在胸。明家一行人强抑着内心的震撼，沉默着离开了内库大宅院的门口。行出有兵士封锁的街口，早有马车上来接着他们往城外的明园驶去。不知道今天夜里明园会因为明七少爷突然复活于世这个消息乱成什么样子，明家又会做些什么样的应对。范闲站在大宅院的门口，微笑着看着明家的马车消失在暮色之中。他身后的官员与江南众商绅们看着这一幕，心里都不由寒冷了起来，觉得钦差大人唇角挂着的那抹微笑显得无比的寒漠冷血。众人又忍不住看了夏七飞几眼，似乎心里依然无法将江南水寨的大盗头子与明家许多年前就认定死亡的明七少爷联系起来。他们知道，有钦差大人做靠山，有当年那封传说中的遗嘱，关于明家那笔庞大到了极点的家产，日后好有的一争。虽然明家完全可以矢口否认，可是事情总会变得激烈起来，而他们这些江南商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岭南熊百灵和泉州孙吉祥老爷子互视一眼，都在心里想着，晚上在江南居的聚会是不是应该多请一个人？只是今天的牌面掀得过于突然，江南商人们一时也拿不准主意，而且此时就向夏七飞伸出手去，也有些过于冒失。再说也不知道这位姓夏的明七爷到底是怎么想的。夏七飞怎么想的，范闲并不清楚，他只知道在严冰云给自己拟定的行动手册里，江南一行应该是左右分化而行之，打明家，那对于其他的商人们则要怀柔。今天夏七飞抢了这么多标，已经隐隐要逼着江南商人们联合起来，明天与明家开始争食。而夏七飞这个真假莫辨的身份一出，那些江南商人们也应该能嗅到其中的阴谋味道与机遇。风险与机遇向来是一对双生子，商人们具有先天性的冒险精神，所以范闲给夏七飞打了一个手势，便只见夏七飞满脸微笑地走到了熊百灵和孙吉祥二人面前，在对方略感错愕的目光注视中轻声说了几句什么。商人们都轻声笑了起来，似乎在说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然后众人分散离开这条大街。范闲回身与薛清、黄公公说了两句，又看了郭征一眼，便在虎卫们的保护下先行离开。离开之时，他回头用余光扫了一眼，看见夏七飞虽然与那些商人们离开的方向并不相同，但心里清楚，待会儿江南居上的聚会应该有夏七飞一把椅子。明家吃亏，明家正在被范闲疯狂的进攻，
但身为名家靠山代表的黄公公与郭征却似乎并不怎么激动与在意。这二人微笑着向薛清总督行过礼，又轻声说了几句什么。薛清微皱着眉，摇了摇头，将双手负在身后，上了自己的官轿离开了。此时大宅院门前就只剩下黄公公与郭征御史二人。他们眯眼看着江南总督的轿子渐渐拐过那个弯，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郭征冷冷说道：这位总督大人做事也太过小心了，连名尚书有什么好怕的？郭大人，这世上又有几位大人能像您一样做到铁肩担道义？像去年在刑部大堂之上，您不惧权贵严审范闲，这事儿宫里可是相当欣赏。莫提那事了。黄公公静下来轻声说道：薛清此人一向深得陛下信任，而在官场之上，这人最是圆滑难以捉摸。今次范闲暗使夏七飞出来夺标，您是御史大夫，可以封言上书，可是毕竟没办法拿着实据，薛清是断然不会参和到其中的。咱家先前一问，也只是试探一下他的态度。您也知道，咱们看的地方本来就不在江南。这是自然，官员不许经商，朝廷这条规矩定了这么多年，又有哪位大人真的遵守过？就算夏七飞是范闲的卒子，咱们抓实了证据，捅到朝会之上，只怕陛下也会一笑了之，前些年就没有管过。如今范闲胜券正浓，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二人又对视了一眼，郭征继续笑着说道：江南的事情总是要在京都里结束。公公，您说范闲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呢？咱们虽然查不到银子是怎么来的江南，但总可以查查本来应该放满了银子的房间，这时候是不是被范家给搬空了？宫里那几位主子本来就是这般想的，江南一地就由这钦差大人折腾吧。过2天，京里恐怕就要开始查户部。范闲站在华园的书房之中，身子向前面倾着，看着书案上那只小手捏着毛笔，认真地写着字。在这么大的孩子当中，三皇子的字算是写得相当不错的，娟秀而不柔媚，骨架有力而外斜圆润，含而不露，静而不发。以字观人，范闲心里清楚，这个像自己往时一般面上总喜欢挂着羞涩微笑的殿下，实在不是一个简单角色。只是年纪毕竟尚小，有很多事情看得不是很分明。在处理江南事宜之余，范闲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要履行太学司业的职责，负责三皇子的学业与修身。关于三皇子的学习，前些天薛清好心好意请了江南著名的夫子来给三皇子上课，结果被三皇子踹出了门。范闲回到苏州以后，听闻了此事，勃然大怒，领着三皇子亲自去江南书院向那几位先生赔礼道歉，好言好语请那几位先生重新进华园任西席，而自己更是将三皇子锁在书房之内，狠狠地打了几记手掌心，戒尺落在手掌之上，声音很清脆，尤其是落在了三皇子的手掌上，戒尺更觉嚣张得意。等薛清听闻此事赶过来时，掌心已经打完了。总督大人看着双眼泛红但依然服服帖帖的三殿下，不由心头大震。虽说范闲是陛下钦点的皇子老师，可是真下得手去打，这小范大人果然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这件事情宣扬出去以后，江南士子们都齐赞钦差大人果然不愧是文人之光，如此尊师重道。本来范闲极好的名声就更漂亮。其实众人不清楚的是，范闲教三皇子与皇帝无关，却纯粹是不想误了宜贵嫔郑重所托。殿下，差不多了。范闲望着伏案认真书写的三皇子，柔声说道：老师，还差2页。
三皇子愕然回首，似乎没有想到范闲今天会这么温柔。手掌还在痛吗？明天再补就好，今天先休息一下，出去玩吧。他揉了揉三皇子的脑袋，这个动作显得有些过于亲切了。就算他是老师，按理讲也应该是端然高坐，不苟言笑才是。偏生三皇子就吃这一套。或许在宫中长大的孩子们都有些接触缺乏症，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小家伙笑眯眯地行了礼，便往房门外跑去，跑得如此之快，不知道华园之中有什么好玩的在等着他。看着三皇子离开的背影，不知怎的，范闲心里有些空空的，开始想念远在北齐上京的弟弟。王启年来信说，司哲最近正忙着在监察院的帮助下收拢崔家在北方的线路，只是七夜没有办法出国，他一个少年郎要处理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有些辛苦。至于三皇子如此雀跃的离开，范闲也明白是什么原因，因为他这些天让三皇子去产海棠，以皇子之尊要拜在天一道门上，想必苦荷也不会太过反对才是。就算这事儿将来弄不妥，可是让老三从海棠的身上学些功夫护身，硬凑个师徒之实，对大家其实都有好处。书房外传来敲门声，范闲从沉思中醒来，抬头望去，只见石产力正扭头望着园内，手指却下意识地在敲门。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进来吧，有什么好看的？石产力苦笑着迈进门来。老师，让三皇子跟着海棠姑娘学艺，也真的只有您才敢做。对方可毕竟是北齐圣女，这事儿如果传到了京里，只怕又要惹来不少麻烦。有什么麻烦？陛下让我带着三皇子下江南，我当然要用心教。至于说到武道这种事情，海棠总比我要合适一些。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